Greetings to all magicians. Today is 27th of May. And today, as usual, we are having this AMA with our CEO, Mr. Ovental. And as usual, we will have this AMA conducted in Mandarin, i.e. I will ask questions in English and Owen will address those questions in Mandarin. OK. 陶总，最近咱们北京的天气怎么样？现在是春天向夏天过渡的这样一个阶段吧。现在每天大概有30度摄氏度左右，已经蛮热的了。我现在基本上都是穿短袖。OK， 那随着这个季节的转换，是不是也意味着咱们 Matrix AI Network 的一些进展会更加清楚、更加实在呢？是的，是的。OK， 大家好。咱们在这个月推出了 Intelligent Contract 的第2个版本的测试，那接下来我们也会推出 Morpheus 的应该是第3个版本的测试，所以也请各位 Matricians 密切留意我们发布出去的公告。OK， without further ado, I would like to start the first questions out of 7 questions that we have screened out of a total around 500 questions submitted to our form. Alright, so the first question comes from Jitendra91. The question goes like, digital identity systems are often criticized for the potential to create a centralized point of control or failure. So this is against the so-called decentralized nature of blockchain. And the question is, how does Matrix AI Network approach to deepin reconcile or address this tension? And what governance model are being considered to ensure the deepin remain a truly user-centric and decentralized identity solution? Which is, I think, quite comprehensive, and that's why we choose this question from Jitendra. Would Owen please address this question from your expertise? 陶总。好的。就是目前我们来就单看这个去中心化身份的话，其实传统的这个去中心化身份，其实大家基本上就是目前大部分在讲 DID 的，其实也是没有什么新意嘛，基本上全是采用以前的这个 crypto 钱包的这种方式来作为一个去中心化的身份。但是这种去中心化的身份好处是它可以充分的保持一个匿名性。但是我们在未来谈到这个 Web3 或者是这个Metaverse 的时候，我们其实有一个迫切的需求，是希望用户可以把用户在这个去中心化世界中的这个虚拟身份与现实的身份中间有个关联。这是为下一步的，就是我们可以让更多人来进入这个去中心化世界，以及在去中心化世界中去创造更多价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诉求。我们必须让这个 decentralized 的这个世界与centralized 的这个世界产生一个关联。对，所以呢，这种话我们单纯使用传统的这种只是简单的用这个 crypto 钱包的方式来认证，明显是不行的了。但是我们在现实世界中所采用这些认证呢，基本上是一个非常中心化的这个方式。这个与你提的问题其实就这样的。比如在中国常用的像这种支付宝的认证，在海外我也知道有一些各种各样的认证了。当然这些基本上都是一些 centralized 的，那这个其实又与去中心化的世界的这个理念是违背的。那么现在大家也都在这方面希望去找出一些新的方式。在前一阵比较这个火的这个 WorldCoin， 它其实采用了一个虹膜认证的方式，但虹膜认证其实有它的问题。像 WorldCoin 它采用这种认证方式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中心化的方式，就是我们需要到它指定的地点去用指定设备，很多人用一个设备去采集，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中心化的做法。这与传统的世界中的这些身份认证其实没有一个很本质的差别。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采用的方式是这样的。第一个呢，我们认为就是我们需要采用一个非官方登记式的一个认证方式，对吧？比如说指纹的话，其实它有个问题就是
你在现实世界中，比如说这个很多国家的像这个就是警察或者政府部门是会采集用户的一个指纹的，包括我们比如说用身份证去认证，这其实都是有问题的，就是它在中心化世界中是一个可查的过程。那么我们希望采用一个就是第一，它并不是被一种传统方式可查的，所以我们选择了脑电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希望解决一个中心化的问题。对，红魔它的确可以做到一个就是强认证，同时呢，它还可以做到一个就是说，并不是被这些这个主流的这些政府机构去广泛采用。对，这是它的好处，但它坏处是中心化嘛。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个设备必须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就每个人有一个自己的设备。所以这也是我们在下一步可能会推出的，就是基于BCI 的一些可穿戴设备。对，这是我们希望做到。第三点呢，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在认证过程中的一个信息存储以及认证过程的一个计算的问题。那么我们在这个部分采用都是我们在这个 Matrix 上的一个去中心化计算和去中心化存储。对，所以呢，我们用这些方式去保证，第一个我可以准确的去识别用户的一个身份，让它与现实世界中的身份产生一个关联。第二个呢，又可以保证一个很好的一个去中心化，而不至于说我为了去与现实世界中产生关联而不得不去做出一些非常中心化的事情来做出一些妥协。对，这是我们所采用的一个解决方案和我们为什么要采用这样一个方案的一个思路。对，当然我们采用 BCI 技术肯定也有未来的一些其他的考虑，就包括我们认为未来就是进入虚拟世界一定是通过脑机接口进入的，所以用 BCI 的方式来做身份认证应该是一个非常我们认为吧是非常适应潮流，同时让用户用起来非常顺滑的这样一种方式啊。对，这是我们的考虑和解决方案。Okay, thanks, Owen. Owen mentioned 3 points. And the second point is we use the BCI kinds of headset or gadget to collect the data. And for a kind of sneak peek with you, we are working on this. And that's what I can say. But I can see something exciting behind the scene. That's what I want to share with you or add on to what Owen just mentioned. All right. Then we further to the second question. Since we talk about the BCI, so the question will go to will come from Angel Moray 02. Brainwave data is incredibly complex and nuanced. How does Matrix AI network ensure accurate and meaningful representation of this data within the avatar structure, considering individual variants and potential noises? 陶总，我跳了一下次序，因为刚才提到 BCI 这些东西，所以我跳到这个问题。好，麻烦陶总一下。对，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在整个这个就是脑机接口领域的话，也是一个非常有挑战的课题啊。至于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用了一些常规的方法，我们也有些应用我们独有的一些特殊的技术来使用的一些功能。首先呢，就是为了更准确的去采集这个脑电波的数据，以及把它从噪音中给分离出来，同时把它的意义能够非常准确的解读。其实在以前这个东西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困难的，但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的发展，那么这个方面其实有一个更好的解决。对，这也是我们人工智能技术也是我们团队的一个比较擅长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就是我们首先呢，就是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基于我们的人工智能技术的。我们用人工智能技术来提升了整个分离噪音以及解读数据的这样一个效率。对，这是我们做这些所有事情的一个基础。在第二件事情上呢，我们采用的一个比较独特的方式呢是，就是我们在采集用户数据的时候，我们将不会使用一个统一的模型去处理所有人的这个数据。在未来，我们希望其实可以采到不同人的一些
不同时段以及有特点的一些数据，这个脑电波数据的。那么我们会对每一个人有一个独立的一个个性化的一个模型去进行训练，给他建立他自己的这样一个深度神经网络。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更加准确的去识别他脑波中的一个特征信号。对，第3点呢，就是我们一个比较有特点的一个解决方案吧。就是我们就是在之前的这个，其实我们展示 demo 中，其实我们展示了一些除了脑电波其他的一些东西，就是比如说肌电，对，肌肉电波等等等等。就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个脑电波它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东西的，它是与身上其他的电信号它是有一个相关联的这样一个数据。我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当我在大脑中想象这个美食的时候，对，那其实我的这个唾液腺它会不自觉的去分泌一些唾液，对，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相当于我的这个肌肉和人体的这个腺体随着我的这个脑电波的工作去产生了一些联动的一个反应。对，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其实我们采用一个方式呢，就是说除了脑电波以外，我们在未来也会采集用户其他的一些生物电，比如说记忆电，比如说皮肤电反应等等，让他们作为脑电波的一个印证，然后通过这些数据之间的一个交叉比对，那么可以更好的来解读这个脑电波的数据以及去除噪音。对，这都是我们比较独有的一些技术方式。当然常规的方式我们也会采用，比如说常见的一些这种通过不同频率去进行一个过滤和处理的技术啊，包括一些这种常见的一些这个实时数据的这种校正与调整，这些我们都会做的。然后我们比较独特的就是刚才我提到那些。OK， 好的，谢谢陶总。I just have something to add on to what Owen just mentioned. AI is what we have been working on since 2017, and that is the bread and butter to kind of analyze this big data or this massive amount of data in terms of brainwave. So this is something that sets us apart, and not every company or not every project has this uniqueness or advantage, and that's something that we have possessed. And another thing that Owen just mentioned is about, aside from the brainwave data, we can collect for example, the data from your skin, from your muscle, etc. So imagine a scenario that when you are looking at an advertisement, when you look at the banners on internet or everywhere, so it can be more precisely or accurately track your attention level. So in marketing, we have this mental state selling called AIDA, awareness, interest, decision, and then actions. So the advertisers can track all these responses in a more accurate way. So this gives a lot of value than just whether there's any clicks or there is any impressions. Alright, because we know those can be kind of made up by any people that have their interest in it. So this gives us more imagination spaces in terms of business case. So that is what Owen just mentioned, and I want to add on to that. Alright, and then we move on to the third question coming from Stephen Bleach. Alright, this is there have been delays in the development roadmap of Matrix AI Network. What are the reasons for these delays, and how are you ensuring that the project stays on track in the future? And I think yes, you are right, we have kinds of delay, but we have reasons to support the delay instead of just delay for no reason. And I don't think keeping delay is a good habit, but it just happens from time to time because we need to consider the market situation, the technology change, the landscape of everything change, so we have to adapt to that, and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 cannot control. Alright, and I will pass this question to Owen to see whether he has anything to add. Yeah, Owen?
非常非常感谢这个问题啊，就是的确我们在这个开发过程中，我们的某一些我们的一些开发目标出现了一些延迟交付，这个其实就是目前在这个 Matrix 3.0 的部分，其实我们在做的还是一个非常有创新和挑战的事情的，对，非常有创新和挑战事情的。就是我们delay 的主要原因，我认为是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在做路线图的时候，因为我们做的很多工作都是一个0到1的工作，对，它是一个开创性的工作，并不是说我们很简单的像一些方式，我想做一个智能合约，这个智能合约有哪些工作，那个其实就是单纯的工作量的工作。那对于这种工作来说的话，单纯的工作量的工作来说的话，我们是可以比较好的去控时间的。对，包括就是你们也可以看到，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像 Morpheus 跟这个Intelligent Contract， 其实在他们最难点是在最开始去训练这个第一个阶段的模型这是最困难的，这个时间也是非常不可控的。当最初的模型搞定之后，在后面优化的时候，他们的这个时间就越来越与我们的预期的时间是相匹配的。那么在脑机这一块呢，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创新的工作，这些工作我们以前也没有做过。在做的时候呢，遇到的一些困难，其实我们之前也是没有预知的，就是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一些我们就是预想以外的一些技术困难。对，那么解决这些困难的确花了我们很多时间，所以这方面造成了我们的一些延误，这是我认为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是做着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些就是新的方向的一些可能性。对，包括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这个，比如说用那个 BCI 技术来做 DID， 这个是我们在最早的 Milestone 中没有提到的等等。那这些新的这个我们觉得有意义的工作呢，其实都会对我们的这个路线图造成一定的这个影响和调整，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其实还是跟第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相关的，就是我们在做这个事情中遇到的一些困难。那么这些困难呢，有些困难是我单纯的是通过这个简单的这种技术研发的去增加这个时长是可以搞定的，有些困难我们可能是需要寻找一些新的方式来解决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再去训练一些脑波的模型的时候，我们遇到的我们现在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困难就是说我们的没有足够多的这个用户数据来去训练模型。对，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是发现了我们现在核心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要创造一种方式，可以让我们快速的低成本的去获得大量的这个用户数据，来推进我们下一部分的工作。对，那这样和那样的原因加起来呢，就是导致了我们的这个像在脑波这一块的进度是落后我们最早的预期的，这个的确是这样的。对，那么就是这种在 Matrix 3.0 的这个过程中，我认为这个未来还是会出现这种延期的，但我们会根据我们的这个工作的方向调整，包括我们在工作中遇到的发现了一些新的这个小思路和一些新的我们觉得有价值的商业机会，我们会实时的去调整我们的这个 milestone， 然后去实时的跟社区同步我们最新的一个开发的一个情况。对，这个是我们能做的。我们现在尽可能的是让我们做的每件事情在未来都会有价值的去体现出来。对，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期望和目标。好的，非常好，谢谢陶总。Right, so Stefan please. So what Alvin just mentioned is kind of very transparent, very honest, and very practical from this perspective. And just don't forget, Matrix Network 3.0 is not just an ordinary project, it's quite visionary or forward-thinking. So in terms of delay, yes, when you compare with the original roadmap, but
you are looking at a very visionary or forward-thinking project. That is something that I want to emphasize. Even there is such kinds of a delay, we are still ahead of many others. So don't worry about that. And as Owen mentioned, if there is any changes, we will keep everyone informed. Yep. Alright. So move on from Douglas 609. What are the potential long-term implications of democratizing AI for governance, democrac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in society? Wow, this is kind of touch a lot of aspects, political, legal, social, etc. Alright, quite challenging. Alright, Owen. 好的。我觉得就是人工智能在这个整个社会的治理，还有这个像民主化，以及这个社会权力分配的，我觉得会有这样方面的一些长期方面，我觉得会有这样一些比较好的影响。第一个呢，就是我觉得人工智能它是可以有效的去提升整个治理的效率的。为什么可以提升治理效率呢？就是我们传统中当我们去做一些，比如说我要发起一个投票，对不对？那么除了我主观意愿之后，我需要哪些客观的这种事实去支持？对，那么传统的来说的话，就是我们普通人他去处理这个数据，去搜索信息，包括对这个信息进行一个整理的这个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但是人工智能它可以大幅度的去提升这样一个效率。对，无论是对我们个人去进行一些这种民主化的一些工作来说的话，还是说对于政府，它是不是可以更好的去制定一个政策或者是一个决策，人工智能都可以在这方面给予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支撑。对，第二个呢，我们觉得就是说在未来去无论是这个治理也好，还是民主也好，当我们去做一些决策的时候，那么人工智能可以有效的去对我们进行一个怎么提升我们的一个决策的一个质量。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因为我们之前也做了一些，就是参与过一些像这种智慧城市的一个项目和工作。对，传统的智慧城市呢，其实目前我不知道在全世界是什么样的，在中国智慧城市最主要的方式呢，就是一个目前大部分还停留在一个可视化，就是把城市各个地方的一个细节用一种数据表格的方式直观的放在一个大屏幕上，可以让决策者或者管理者可以比较好的看到这些东西。这是现在所谓的一个智慧城市其实它就是一个简单的这个可视化。那么其实有了人工智能的引入的话，其实这整个对于这个政府也好，城市管理也好，各个方面的这个情况来说，我觉得都会提升一个质量。那主要体现在哪儿呢？我们举一个例子，在这个我就拿智慧城市举例吧。智慧城市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模块，就是说对于这个就是灾情险情的一个及时响应。对，及时响应，这是在那个中国的这个智慧城市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模块。那么其实有人工智能的加入呢，其实它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说它其实跟下棋一样。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在北京，对吧？比如说北京的这个鸟巢着火了，鸟巢发生了一起火灾，那么其实 AI 呢可以直接的给这个决策者，我可以直接1、2、3、4、5给你5个选择。这5个解决方案都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我在从哪个消防局派几辆车去，走什么路线，然后需要什么样的配合，对，就可以给决策者很直接的给他几个选择。那么决策者呢，就是他不需要经过很多的思考，就可以在这种可以在这些选择中去选出一个他觉得更优化的方案，这个大大的缩短这个决策的这个过程。同时呢，由于他也可以很好的去弥补这个决策者他对于一些问题考虑不周的情况。对，比如说我并没有，我第一时间忘记了离鸟巢最近的这个消防局是什么，等等等等。那么这个也可以提升这个整个决策的一个质量，这是我所谓的提到一个质量。第三点呢，我觉得是一个
就是对于整个社会的一个民主和社会权力分配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其实 AI 它的出现，它其实跟过去每一代的这个就是所谓工业革命都一样，它其实是对社会资源和社会这种权利的一个重新分配和平衡。它大大的 AI 出现，它其实大大的缩小了这个比较顶尖的这些以传统社会中比较顶尖人群和比较低层人群他们之间的这个能力的这个差距。对，因为大家在未来很多事情都可以依赖到 AI 上面的话，那其实大家用的都是一样的模型，那大家在这个事情上，大家的这个差距就会缩小了。这个其实相当于通过 AI 导致了整个社会的，你说权力也好，资源也好，它其实是一个重新的平衡。对，每个人都可以使用 AI 来这个高效工具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也是减小了不同个体之间他们的这样一个权利或者是能力的这样一个差距。那么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我觉得它的这种不平等现象会变少，对整个社会的公平会随着 AI 的介入，就是处于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当然 AI 介入之后，整个社会的肯定是一个再平衡的一个状态，但是我认为 AI 介入之后的这个社会的这个状态会比以前更好。对，这是我觉得这个人工智能进入这个民主化，我觉得对这些各个方面都会起到一些积极作用。Okay, thanks, Owen. I didn't think that far, to be honest, and I'm inspired by what Owen just mentioned, addressing this question. That is interesting and insightful. Right, the next question, or next two questions, are about Morpheus. And the first one comes from Rob6. Morpheus shows potential. How will Manta handle training truly large AI models with millions of parameters? What are the technical breakthroughs needed to achieve this? Owen?好的，就是我们其实我们在过去对于这个Manta 的介绍中，其实大家其实也会看到我们在对 Manta 的一个特性介绍，其实我们也是一直在强调的 Manta 的一个特性，就是 Manta 它更适合去处理一些非即时型的事情，因为它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模型嘛。对，去中心化的模型呢，导致它在处理这个即时性的事物，它会有一些响应不足的一个特点。但是对于去训练模型这些我们对实时性要求不高的事情，它就有一些更好的优势了。对，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其实第一点就是我们选用 Manta 来训练我们的大模型，我们觉得是比较有优势的。但是在这里面也会有一些技术上的一些难题，对技术上的一些难题。首先呢，就是要解决的第一点呢，就是这也是这个去中心化计算结构的一个去中心化计算结构的一个通病，就是如何让这些不同的节点之间去高效的协作。那这里头其实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有一个更高的一个通信效率。那目前呢，其实通信效率呢，并不是由我们来直接解决的，因为通信效率是受制于这个基础设施建设的，包括就是全世界每个节点它的一个带宽情况，包括这个 5G、6G 技术发展，这个并不是 Matrix 在做的事情。就是随着这个基础设施的越来越好，其实整个去中心化计算的它的这个通信效率会越来越高。当然我们也采用了一些技术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采用了一些高效的一些通信库，对，我们在用格路的这个通信库，它其实可以这个让节点的之间的这些数据传输效率会更高一些，但是这个提升肯定是有限的。第二点呢，就是解决通信问题，那么就是除了解决这个通信速度问题的话，那么剩下的就是一个如何让这个就是我们叫什么，叫解决一个同步与异步训练的问题。就是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在不同的节点上去训练模型的时候，那么它们之间的这个训练节奏肯定是不一样的。可能有的我这个节点它跑得快一些，那个节点它的倍率低，跑得慢一些。
对，那么这个就是涉及到一个异步训练的这样一个优化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来解决的方式，其实是我们如何去将这个大模型进行一个分割。对，这是我们在做 Morpheus 中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地方。我们将大模型的这个，因为大家知道，就是 Morpheus 它其实也是一个深度神经网络嘛，对不对？那么其实每个大模型都是深度神经网络。我们在这里头做的切割的方式呢，其实我们做的方式是将深度神经网络它有很多层。对，我们是将这个层来进行了一个，首先我们将层来进行一个切割，在层切割之后，那么我们把每一个层来部署到几个节点上，用这种方式，然后让整个模型它可以有一个并行训练的这样一种结构吧，就是我可以在很多个节点上来同时来训练一个模型。然后除了模型的一个并行之外呢，我们还采用一个数据并行的一个方式，我们将我们的训练数据也分成了切成了很多一个小块，我们把每一块数据都丢到一个节点上去进行训练，然后每个节点呢，它都会有一个独立的一个计算梯度。对，我们当每个所有的节点都完成这样一个训练之后，我们再把这个结果进行一个汇总，那么去形成我们的这样一个模型。对，这个是我们如何用我们的 Meta 这个去中心化的这样一个计算网络来实现这个像 Morpheus 这样大模型的一个训练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方式。好的，谢谢 Alvin， 非常详细。Okay, so we have 2 more questions. The following is still concerning the Morpheus. From Joe Boy. I have a question on Matrix Morpheus. I read a lot about it to understand more, but I have a question to ask. In the area of large language model optimization, Matrix focus on optimizing model parameters and computational demands. So to this, I want to ask, what are the steps to achieve this goal?好文，对，关于这个问题是这样的。首先呢，就是我想强调一下，就是 Matrix 在就是做 Morpheus 的时候 ，Morpheus 的这个侧重点并不是对于这个模型的优化和计算需求，这个其实不是我们的一个侧重点。对，我们的一个侧重点就是我们并不打算做一个通用的大模型，像这个 ChatGPT 还有等等这些，其实他们都是一个通用化大模型，他们希望它可以去解决你的，就像一个搜索引擎或者一个就是无所不知的一个这样一个工具，它可以解决你的所有问题的。Morpheus 在最起初的建立是朝这个方向去做的，当然这个是为了实现我们接下来的一个目标。但是 Morpheus 的设计 Morpheus 的一个目标并不是去做一个通用化的大模型，我们的一个侧重点呢，其实是希望可以用 Morpheus 去模拟人的一个就是模拟人的一个思考的方式以及他的一个价值观。所以我们要做的并不是像 ChatGPT 这样一个目标是全知全能的这样一个大模型，对，我们想做的是一个所谓叫更人性化的大模型，希望通过这个来作为我们这个Avata Intelligence 在这个脑机接口技术还不足的时候作为它的一个补充。对那么至于就是你提到的，其实我们在这个设计的过程中呢，就是因为我们和其他的这些大模型公司的一个区别是说，我们并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去可以挥霍。对，所以在这个模型优化的这个方面呢，其实我们的确也做了很多工作。我们需要去提升整个模型的一个就是提升整个模型的一个表现嘛。但我们跟他们提升的这个优化模型的思路是不一样的。对于像 ChatGPT 他们的思路是希望这个大模型它的表现能力越来越好，他们更看重的是能力的提升，而我们是需要在能力和效率之间包括资源使用上去做到一个平衡。对，我们不能为了一味的去追求能力而不考虑成本的问题，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一个考虑的方式。对，然后所以这个呢，就是导致了我们在这个优化整个网络的这个参数跟这个其他大模型所追求的方面是不一样的。
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跟其他的传统大模型来比的话，我们的这个数据清洗的这个叫什么？数据清洗的这个节奏，就是或者是频率是要比其他大模型要快的。第一个就是我们没有他们那么多无用的数据进来。对，第二个就是为了实现我们这种个性化需求，我们对这个数据清洗的这个频率是要求会比较高的。对，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在做这个Morbis 这个大语言模型方面，我们所侧重这个方向，我们所采取的一些方式和我们如何来实现这些东西。Okay, thanks, Oliver. And this is exactly why you need to submit questions to clarify or to seek advice from the team. And what Owen provided are the logic that the things that we are working. And as I said many times before, we always have a rationale to do something. It's just not something come to our mind and then, okay, we go for it. We have something to back up our decision. And that has been our rationale towards the project in terms of vision or execution. All right. One more question from Jitendra. This is concerning the intelligent contact. What security features does Matrix AI Network implement to ensure the safety and integrity of ERC20, ERC721, and ERC1155 contracts? Yeah, probably we have addressed before, but let's give Owen another chance to enlighten Jitendra. Yes. OK， 就是好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在做的是一个通过自然语言模型、自然语言的输入，然后来生成这个智能合约的这样一个模型。对，那么就是为了保证整个模型的这种安全性，那么它其实在每一个步骤都是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一些技术特点。第一块呢，就是自然语言的处理。对，自然语言的处理那么这块呢，其实就是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也采用了最新的一个这种 NLP 的一个模型。那么首先可以保证，就是在理解用户的每一个输入语言的这个意思的时候，它是可以理解的是到位的。然后在下一段，就是在理解了每一个就是我比如说一句话，他理解了每一个意思之后呢，其实下一段我们有一个模型是去做这个语法和语义检查的。对，就是除了要理解你说话里的每一个字以外，要把它们的之间的顺序和逻辑关系更好的通过代码的形式去转化过来，而就保证转化过来的这个新的这个通过代码展现出来的这个东西和你原来语义是一致的。那么这就是涉及到一个高精度的一个语法和语义的一个检查过程。那么在自然语言输入这部分结束之后呢，下一部分呢其实就是就生成合约这一块了。生成合约这块最重要的其实是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要有足够多的优质的一个训练数据。对，我们基本上把市面上所有的这些开源的这个我们检验过没有问题的这个跑在以太坊上的这个所有用 Solidity 来写的这个合约，我们都整理下来了。对，整理下来之后呢，我们也进行过相应的一个数据清洗。那么第一，保证我们在训练的这个原始的数据是一个高质量的。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在结合这些数据的话，我们去建立这个模板向量数据库的时候，那么它是一个就是这一块我们采用了大量的人力来做这个事情。因为我要保证第一个最初版本的这个预定义的这个所有的合约的模板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这些合约也是经过相应的这些安全审计的这些模板。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保证整个数据库向量数据库它自身的一个是处于一个安全性的。对，那么有了第一步和第二步呢，这两个之后，其实它生成的这个东西其实生成这个合约其实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了。然后在这个上面之后，我们其实是这个把这个代码的这个
就是它的编译的功能，我们是集成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用户可以一键点去做相应的编译。编译器它也会发现用这个合约中的相应的一些问题。对，当然它不能发现所有的漏洞，就目前我们的能力也没有办法去保证发现所有的漏洞。所以我们现在第一个就是有一个高质量的一个自然语言的处理，之后呢有一个高质量的经过安全审计的这样一个合约模板的这样一个向量数据库，最后再引入一个相应的一个审计的功能。然后此外呢，就是我们也有一个技术，它是实时去发现链上新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合约以及它们的漏洞，然后实时的会对我们的这个数据库的这个模板去进行一个更新。对，但是无论怎么说的话，就是我们想做出一个，就包括最顶尖的这个工程师，他也没办法说我写的合约就一点 bug 都没有。对，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个 AI 生成的这个 solidity 来说的话，它也并不能做到100%的安全，100%的一点 bug 没有，目前是做不到的。但是我们是朝着逐渐的减少这个 bug 和提升可用性的这个方向去努力的。随着这个模型的不停的进化，有不停的更优质的数据进去，随着这个数据的调整等等等等，那么它未来会朝着这个越来越安全的这个方向去前进。对，当然安全的这个基础其实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几块，就高质量的自然语言的一个处理，然后高质量的向量数据库的合约模板，然后它有相应的一个这个就是直接的集成的一个编译功能，以及我们可以实时去提升整个这个网络的一些数据的一些实时监控与更新。对，在未来我们希望可以去加入一些就是我们也未来也打算做一个，就是可能基于像刑事验证技术这样一些自动化的审计与测试的这样一个工具，来进一步在这个合约生成之后，还能对它有一层再多一层的这种安全的保护以及这种漏洞的筛查。对，让它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链条，然后更好的去保证这个合约的一个安全性啊。Okay, thanks, Owen. I think that is very comprehensive and provide a lot of information and rationale towards the steps, right? So you may notice Owen just squared and tapped his nose. This is because he is allergic to some particles during the spring turning to summer season, just like what I mentioned at the very beginning was the weather like in Beijing. So yes, please bear with us. All right, and that concludes our today's AMA. And as usual, would Owen please pick one question that you find most inspiring among these 7? 我可以选2个吗？ Sure. 我想选这个Stefan Blish， 就是他来催促我们的进度，我非常感谢。对 ，OK， 我想选这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想选这个 Douglas 的这个关于这个 AI 与这个民主权利再分配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啊，我想选这2个。Okay, got it. And congratulations to Stefan Blish and Douglas 609. And yes, and thanks for your watching, and to keep submitting questions to us, and you will get answered and provide a lot of insights for you to understand more and to understand what's the logic or rationale behind our decisions about everything. All right, cool. And just take care and keep supporting the community with more posts and messages, etc. And this is your project. This is your Matrix AI Network. Stay tuned. Bye. Bye.